我们看这张图，这是共济会的标志，上面清晰可见的是龟和踞。而墨家在最早的墨经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，说我们有了上天的意志，就好像制车轮有了圆规，木匠有了方尺，轮人和木匠拿着他们的规和尺来度量天下的方和圆。由此可见圆规和直尺对于墨家来说也是上天的意志，这却和共济会的标志如出一辙。如果认为这个是一个巧合的话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共济会开篇第1章说共济会起源的时间和建立，说共济会是由一群石匠所建立的。而墨家当时在战国末期最鼎盛之时，可达10万之众，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？中下阶级的人，最主要的身份也是石匠。而记载除了石匠，后来才吸引了很多手工业者和最底层的平埔百姓。这石匠呢是第2个巧合。而共济会所建立的目的，我们看是什么？建立新世界秩序。传说现在依然在背后操控着这个世界最顶尖的权力。近年来还有一个5亿人口的计划，这些都是都市传说。而墨家呢，当时在先秦时期也是一个神秘组织。其次，他作为和儒学对立的大思想家，思想在那个时代也是极为的震撼。与其说震撼，不如说先进，并且先进到你无法接受。下面呢，我就举几个例子，你就知道墨家当时也是在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。首先，他10大思想，第一个就是兼爱。什么叫兼爱？不分阶级，不分身份，对谁都一样好，做到无私心。我们认为这不可能实现，因为人都是有私心的，永远做不到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而墨子的兼爱就是仿佛在建立一个大同世界。多亏这句话还有后半段交相利。墨子真正的目的呢是交相利，而兼相爱只是手段。因为墨子反对人为了一己私欲就产生战争、剥削、压榨这些方式。第2个呢，儒家提倡人要分等级，士农工商官民分等，男女分等，建立等级社会。这个我们都知道，后来的历史儒家得逞了。我们近2000多年的历史亦复如此，士农工商现在也是，官民分等，让做官的人官官相护，底层老百姓丝毫没有正义可言。男尊女卑，女性的地位极其低下，裹脚这种陋习都存在1000多年。敢问这种育民术有什么能够快速发展的呢？而墨子主张人人平等，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第3个呢，儒家提倡守孝制度和厚葬的习俗，说父母死后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厚葬，而墨子提出的呢是节葬，生前尽孝，死后节葬。而守孝制度更加的祸国殃民。儒家思想提出父母死后要守孝3年，在这3年内不能进行任何的劳动。墨子说这简直就是愚蠢之极，人要把精力放在劳动和生产上，让自己和家人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，要强本节用。而我们的历史毕竟是推崇儒家思想的，所以从汉朝到民国可以说发展极为缓慢，被草原民族接连欺负，老百姓也是朝不保夕，无力生产，连年饥荒，个个面黄肌瘦，根本打不过人高马大的草原民族。敢问，如果是墨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大地，又会是什么样的？可怜就现在版图都大到你想不到，因为儒家思想主张的是护卫皇权，不能让老百姓吃得太饱，而墨家文化的呢是主张人权，能强有力的调动起底层老百姓的积极性。第4个，儒家提倡信命，说君子以固穷，贫穷也要安贫乐道。如果出生贫苦家庭，那祖孙3代世世代代都要信命，因为社会等级它就是这个样。底层老百姓一点资源都没有，并且还会遭到歧视。如果你要出生贵族呢，那么世世代代都是这样。这也是儒家所提倡的思想，但这也是墨子极力反对的。墨子提出非命，说人定胜天，不可以把任何一个人永远都框定在一个身份里。说完这4点呢，大家或许就懂了是什么文化在荼毒我们，也应该懂了为什么皇权推崇儒家不推崇墨家。所以墨子在2000多年前那个先秦的蛮荒时代，他就能提出这么超凡先进的思想，难道他不是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吗？如果墨家文化代替儒家文化，首先我们的科技会领先2000多年，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是绝对碾压第2的存在，我们的版图大到你绝对想不到。近代那些丧权辱国的条款也根本就不会出现，五胡乱华早就把他们打回去了，并且还要向我们中原俯首称臣。尘封2000多年的墨家思想在近代才被有识之士重新想起。谭嗣同死前留下8个字：深念高望，思怀墨子。而墨家在墨子死后一代代巨子超强的信念感丝毫没有下滑，直到秦朝统一后不久神秘消失，就连史记也都只记载了24个字来证明墨子的存在性，其他都没有提。有人说墨子他一直隐藏着一个超越一切的野心，那便是历史上很多墨家弟子都深深进入到各个诸侯国的势力当中，
他们在各个诸侯国当大官，所以有人猜测，就到今天，这些墨家弟子就是墨家操控整个天下的棋子。表面上看，我们这个世界是由君王所操控的，实际上墨子才是这个世界背后的无地之君。学习一个人一个国，学习什么样的文化非常重要。这本图文版的墨子我极力推荐给大家，内容很全，有翻译有注解有小故事，很好理解，甚至还有一篇非儒这个篇章，就是反对儒学的内容。有人推测墨家思想的热度在未来几年会超越任何一本书，这也代表着我们逐渐觉醒。